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画一幅野菊花。先来上一遍水，局部我已经上了留白胶，所以把水全部刷到。淡淡的灰绿色先来，多一点柠檬黄。湿中湿，趁着纸张湿的时候，尽管来回刷都没有问题。再绿一点，这个绿色可以直接用草绿，也可以用黄色和蓝色调。加一点橙色进来，薄薄的，来回刷。普鲁士蓝进来，轻轻的刷。黄绿的底色上来回快速的带动，颜色自然就混合在一起。再来用甩的。流动起来，绿色再来，普鲁士蓝，喷一些水，让颜色流动起来。再来用敲击的方式，再撒一些颜色上去。喷水，让颜色按需要的方向流动。好，现在整个画面呈现流动的状态。继续撒一些点上去，不断的重复来增加一些有趣的肌理。红色进来，让颜色润开，来做远景的花。这里也来一些，有意或者随意的做一些。这里也是一朵花，之前上的蓝色的底和现在的红色产生一些变化。这些变化和偶然所产生的趣味，正是水彩画的魅力所在。这也解答了我在上一期节目中问的问题，就是 AI 时代算法画得再好，也无法剥夺我在画画过程中的乐趣。这种颜色的奇妙变化、流动的感觉和常常偶遇的惊喜，是需要亲自去体验的。继续加入颜色，加入颜色的时候也加入了变化，一遍遍的去做，让层次更加丰富。加入一些枝干，现在趁湿做出来的比较朦胧，
正好是背景中远一些的花草。再来撒一些水，肌理变得更强，效果不错哦。再来加深这里，左面部分有点干了，干脆把它吹干，再刷一遍水再做。朱红来做这朵花，还有这些花骨朵，这里还有一朵花哦。继续来，玫瑰红，紫色进来，都趁湿画哦。继续来探讨 AI 的问题。从最终效果来说， AI 画的水彩画效果还是比较呆板，缺乏手作的灵气。我看我的这幅画就完胜 AI， 你们说呢？目前来说， AI 只是人类手中多了一个工具。好，现在来画花的茎叶，趁着纸张还没完全干，先画一些远的、淡淡的。颜色有深有浅。一点点加深，把花苞再加深，用清水洗一下，也可以洗出褪晕的效果。继续加深，前后的层次就出来了，细部也更加丰富了。好，现在把留白胶去掉，玫瑰红来。这几朵花是主角，加深玫瑰红，用朱红做一点点变化。来这一朵，花瓣就这样一笔一笔做，用扁笔，深浅有一些变化。再来这一朵，要有变化哦，笔触放松，留一些白，做出逆光的效果。用红紫色加深，
继续加深。现在来画花萼，花瓣再加深，来对比一下 AI 画的，我的完胜 AI， 耶！再来局部提亮一下。Great， 大功告成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见哦。